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好了这个菜鸡。我看到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在评论还有弹幕里面说这个叫菜鸡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先不管它到底是叫菜鸡还是叫什么，我们把农作物把它种在上面，它会自动的把它催熟，并且掉落。我下面是后来给它接了个漏斗，它会掉到下面的漏斗里面去。那么也有观众提醒呢，有更简单的做法。我后来也在网上查了一下，看到了有一种这种设计啊，这是一个含水方块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中间啊，这中间是一个耕地，我们在这上面种。我没有开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开关打开。这开关打开呢，它就是一个高频，可以使这3个发射器朝中间发射骨粉。我们只需要玩家啊站在这中间，好，种上作物。种的时候呢，这个水会被我们的作物给替换掉，但是替换完了之后，这个水它是会继续往外面流的。那么这个作物呢，一种下去就会马上被催熟，那么这个速度呢，是比之前那边的要快好多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家里的一些变化。这里的村民交易所呢，我已经把它做了这么多了，并且村民也已经繁殖出了很多。我们这里一排呢，就打算做一种交易，这边全是武器商，这边全是主要是拿来交易红石的。这边一长排红石我也都交易完了，把它放在这里带，我们就可以拿这里催熟出来的食物拿来喂给村民。我们喂村民呢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按这个 Alt 啊，这个功能我也是上期之前也说过了，是推克入的一个功能，它可以看村民背包里面的物品。现在他们身上食物还是挺多的，我们也不用投那么多。看起来他们好像有8个格子，对不对？下面4个是空的，然而这下面4个是捡不起来的。我已经测试过了，他们最多只能捡4个格子，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包只有4个，而不是8个。我们以后交易啊，就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发展村民交易。我们现在已经生存这么多天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的食物呢，还是这个烤鸡儿。我们都已经吃了这么多期的烤鸡儿了，我们得吃更加富有营养、富有蛋白质的食物。对，那就是牛肉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大叔见了都要乐开怀的滚筒烤牛鸡。走，我们开始动工吧。那么这个烤牛鸡呢，就是参照的大叔的那种做法。我们首先要把下面做上收集的装置，里面呢用玻璃把它围起来，我们好观察里面的小牛啊是否长大了。好，做几个梯子，这样我们就方便上来。小牛呢，它没有长大，它只有1格高。我们要在第2格的地方把它放上岩浆。那么这里的岩浆呢，还是老方法啊，用告示牌，就跟之前的刷铁机一样，我们去打一桶岩浆。那么这里呢，哎呦啊，这2个村民也是在里面到处蹦到外面来呢，然后被我逮住了，一点都不老实。好，我们打到这个岩浆之后，就往这里泼。岩浆呢，它是不会流出来。那么最下面一层呢，我们就这样做完了。第2层只留啊，这里只留一个口，我们待会在这个口这里放一个活板门。活板门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吧，像这样放。活板门呢是要靠着这个方块，最后这些牛啊，它流动的方向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循环，朝这样流过来。所以呢，小牛最后啊就会掉下去。大牛呢，它的碰撞体积是比这个空间要大，所以呢它就掉不下去。这里把它围起来。只不过我们要做的这一种烤牛鸡呢，我们要把它尽可能的做长一点。我看了大叔的视频，就是做的比较短，我们一次就不能够喂那么多头牛。我们当然喂得多，它就产出的牛肉就越多。像我们红石玩家一般睡觉就直接露天弄一个小床睡就行了，所以那么大的房子做了也几乎就是一个摆设，根本就不会专门跑到家里面去睡。工地在哪，我的床就在哪。那么这上面做多长呢？其实这个长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。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打水，既然要使这边的牛让它转动起来，那我们当然要用水流来引导它们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这里贴告示牌，阻挡水流。好，这个水呢，好，再把它贴上，这样呢它就正好可以流到这里。我们上面呢也把它围起来，每一层留2格的空间。由于这个大牛它是必须要2格，否则它就没法在里面行动。我们先暂时就这样搭吧。好，梯子搭上去，我们还需要很多告示牌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下一层。这个地方的水呢，要把它放在这里啊，放在第2格的高度。
好，我们再去打个水。我们待会还是去拿一个冰块吧，这样太麻烦了。这样倒水，哇，这撞的好痛啊！我记得以前撞墙伤害应该没有这么高吧？好，我们拿半组。其实这几个地方都没有隔那么近，我也就不想从地狱门里面走。从地狱里面走得好压抑。尽管我修了这个桥，我也懒得划船，就这样飞吧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冰块了。在很多地方，很多施工的时候都可以这样，比如要泼水的地方，全都用冰块把它代替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，放一个告示牌，这个地方的水其实就是相当于隔一个空间再放一个水，隔一个空间放一个水。这对于其他生物来说，就相当于一个水电梯。因为它们在水里面就会不自觉的往上面游，游到有空间的地方呢，可以给它们暂时呼吸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往上面游。这一头我们把它搭到顶，我们先把下面一层做完吧。下面一层我们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做这么多，上面放2桶水，应该够用了啊。2桶水，2桶水的长度有大概18还是多少？差不多18个。然后第2层呢，就把这里留一个空位，好，这个打掉，留一个空位，下面全都要把它封死。这样第1排我们就做完了。当然第1排呢，我们最后要中间掏一个洞，然后在这里放一个半砖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口往里面喂食。如果你这里空了一个整砖，没有放半砖的话，小牛的话应该也蹦不出来。小牛如果生出来，直接都到这边了。到这边就直接掉下去了，所以这里也不用放半砖，应该也可以。上面放水的原则呢，就跟下面是一样的，这里就可以放水了。好，第2个上面呢，可以挡也可以不挡，上面我们就先不挡吧，只把这里挡一下，最后就用水流引导它们从这里掉下去，它们就可以在里面像滚筒洗衣机一样滚来滚去看起来特别的滑稽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把这告示牌放上去就基本上完工了。好，泼水，这边2桶水正好就到头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只需要把那边的出生点的牛把它引过来。好，我们可以来拆这边的牛圈了。把出生点这边的动物搬走呢，其实可以减少一定的卡顿。虽然我现在没有拿到服务器，现在在客户端里面玩。客户端呢，我是装到那个 Optifine 的，也就出生点它是不会默认加载的。如果我们以后要再把它放到服务端的话，那这出生点的这个动物它就不会再加载了。我们把这些动物赶紧把它搬走，搬迁到其他地方。我这个牛太多了呀！我这个地方就是搭了一个独木桥，这一群牛肯定过不去的。我待会看这些牛到底会排多长一条队。好，走了最后只剩4头了，怎么就跟那个牛进笼子一样呢？进牛圈的时候也是会这样挤啊挤。我只要走到旁边，它还会回头。哎，这是什么骚操作？完了，牛都跟丢了，成功的把这些牛全都给弄丢了，那么跟不过来。哎，来了，还行，来了4头。我靠，居然一头牛把另一头牛挤下去了。哎，来，这是你的新家啊！对，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，知道没？只要在里面好好工作，在里面滚啊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现在这个牛它似乎上不去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以后呢会往里面养很多的牛，即使它上不去，下一头牛也会把它挤上去的啊，这个大可不必担心。好，我们就把剩下的牛把它也都给牵过来。妈了个智障，我自己掉到这个烤牛机里面去了。靠，这怎么出来呀？好，刚刚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下面呢，我把它换成了灵魂沙。灵魂沙的下面，这里接的是漏斗。由于生物呢踩在灵魂沙上面，它只有7格高，完整的方块是8格，所以呢，只要有物品掉到上面，它也是在7格的高度，所以能够被这里的漏斗吸收到。然后灵魂沙呢还能够减缓生物的速度，以免它在里面乱窜。如果速度太快，可能会导致这里的牛拥挤，就会掉血，就会死掉。之前用漏斗呢，它的碰撞体积中间是凹下去的。如果那个小牛它走到中间那个凹下去的地方，它想出来，它就会想跳呢，就会被这里的岩浆给烫死。所以这里要改了一下，这里不完整的方块呢不能用下半砖，下半砖可能牛长大了它也烫不到这个岩浆，最好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方块。好，我已经把那边的牛呢都已经牵到这里来了。这个牛看着就像是一个波浪一样，挺有意思的。我们还是把上面封一下，
以防我们自己再掉下去，不然掉下去确实很麻烦。好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我要封顶了。把它封住之后，它是不是就顺畅一点了呢？感觉速度都差不多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站在这个地方，给它们喂食。牛的数量呢，这么多就差不多刚刚好，不会太密，也不会太稀疏。太密的话，可能有的牛你就喂不到。好的，那么这么一个滚筒烤牛机也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。这烤牛机呢，可以把它再做长一点，做的越长，一次喂的牛呢就可以喂的更多，我们能够拿到的牛排呢也就越多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看的一些内容呢，欢迎来评论区留言，或者对红厨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，也可以跟其他大佬相互讨论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